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这期视频我想与大家谈谈有关眼睛保健问题。退休前10年我是在眼科工作的，注意到眼睛的保健常常被人忽视。人们常常认为视力不好或者要配眼镜才去找眼科医生。我认识了一位中年朋友，从来不做眼科检查，说是视力好没问题，没有必要。后来因为单位的免费视力保险要取消了，取消前他做了一次检查，发现他有一只眼睛基本上是看不见的，他有严重的白内障，还有视网膜异物。他认为好的视力原来是通过另外一只眼睛来代偿的。还有一位年长的朋友，近年来视力越来越差，以为老了视力差是正常的，加上退休后买的是传统的 Medicare， 不涵盖视力检查，他就将就算了。直到有一天有严重的头痛和眼痛，才去看医生，发现他的眼压高，有老年性青光眼，部分的周边视力丧失，不可恢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一些青光眼它的眼压并不高，也会影响视力。还有一位年长朋友突然觉得他看的东西有点歪歪扭扭，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影响他的阅读和开车，才去看眼科，发现他有黄斑膜，需要做手术。所以定期的眼科检查太重要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眼睛会发生一些变化，这些变化开始不觉得，有些可能觉得感到不严重，例如干眼症、飞蚊症，慢慢适应就好了。但有一些老年性的眼疾病是会影响视力，甚至导致失明的。常见的与年龄有关的眼部问题包括有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膜、黄斑变性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。早期预防、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可以延缓甚至避免疾病的发生。对眼病的早期预防，就是要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、均衡饮食，食用富含抗氧化剂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，例如各种绿叶蔬菜、富含 Omega-3 脂肪的鱼、水果、坚果等等，以保证维持眼睛健康的各种营养成分。要加强锻炼，定期进行体育锻炼，戒烟戒酒，可以改善全身包括眼睛的血液循环。还要控制慢性病，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等。糖尿病视网膜眼病和高血压视网膜眼病是严重的视网膜病变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会导致失明。还要采取保护眼睛的措施，防紫外线，佩戴100%阻挡 UVA 和 UVB 射线的太阳眼镜，可以保护您的眼睛免受阳光的伤害。还要注意防蓝光，如果不可避免的要长期用电脑、电视和手机等等，要考虑安装蓝光滤片，或者使用带有蓝光过滤功能的屏幕保护膜，或者佩戴带有蓝光过滤镜片的眼镜。还可以使用调整屏幕的设置，比如说夜间模式，或者是调整屏幕亮度和对比度，避免过度明亮和反光。我们要注意戴保护眼镜，特别是在从事一些有可能伤害眼睛的活动，例如某些园艺工作、家庭的清洁和维修。我曾经照顾过这样一个病人，因为用锄头挖一个泥坑，一块小石头片溅入眼睛，造成眼睛外伤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注意减轻眼睛的疲劳，
特别是在长期用电脑、手机看电视的时候，要注意遵守3个20的原则，就是看20分钟，休息20秒钟，看20英尺以外的东西，还要注意适当的照明，以免增加眼睛的疲劳。平时我们要注意眼睛的清洁和护理，要保持水分，多喝水有助于眼睛的健康。如果觉得眼睛干涩，可以适当用一些人工的泪液。还有一些眼科医生建议适当补充一些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认为这对视网膜健康有好处。如果我眼睛有任何不适，应该及时咨询您的医生。对眼病的早期发现，就是要做定期的眼科检查。这些检查可以发现眼部的疾病的早期迹象，通常在您注意到任何症状之前，例如青光眼和黄斑变性等疾病，可以通过常规的眼科检查及早发现，以便及早干预。根据美国眼科学会的建议，眼科的检查频率应该根据年龄、健康情况和风险因素来确定。对年龄在40到64岁无症状、无风险的人群，在40岁的时候进行一次基线的全面眼科检查，之后呢，可以每2到4年进行一次。65岁以上无症状、无风险因素者，每1到2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。有眼部症状、有风险因素者，眼睛的检查频率应该更高，具体是由眼科医生根据个人情况来决定。那么什么是风险因素？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呢？总结起来，首先是年龄，再就是有家族史，有系统性疾病，例如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等等，有过去眼部外伤或者是做手术史，或者是长期使用过某些药物，例如类固醇药等等。还有高度近视和佩戴隐形眼镜者也是眼部疾病的风险因素。了解和识别这些眼科风险因素，有助于及早检测眼部疾病，做到早期预防、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。如果您属于高风险人群，建议您与您的眼科医生讨论您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，以制定适合您的眼科检查计划。那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订阅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